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特封谢氏为一品诰命夫人，赐万金。参见国公夫人。放开！谢墨兰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哼！谢明兰抢走我的诰命封号，抢走使用我的一切，你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当初是你攀附权贵，非要嫁给裴恒，没有人逼你什么。我不管！明明你什么都不如我，凭什么我嫁进去就是寡妇，而你就成了国公夫人？与其在这里质问我，不如问问你自己，为何走到今天这步？为何？那当然都是因为你！我才是国公夫人，我才是国公夫人！只要你死了，我才是国公夫人！走开，走开！你只看到我的表面风光，却不知我绕以后宅，每片半生。如果能重来，可从没当过这国公夫人。国公夫人，国公卸任，我才是国公夫人！都怪二小姐，临上轿的时候，突然跟着了魔似的冲出来，非要换妻。一开始老爷夫人都不同意，但二小姐说什么裴阁老对这门亲事并不上心，只要自家有个女儿嫁过去就好了。裴阁老，我这是重生到了出嫁那天，可我不应该是嫁给裴思安吗？怎么又要嫁给裴思安的二叔了？谢谢，我才是国公夫人！谢墨兰，难道她也重生了？明明您才是嫡出的小姐，他们就是欺负大夫人走得早，才让庶出的爬到您头上来。换就换了，不必担忧。谢墨兰，你只看到裴思安位极人臣，风光无限，却不知他本是一只豺狼虎豹，这一世才是真的选错人。谢家大小姐到，居然是他！押解。小姐，怎么连个接亲的人都没有啊？这家人莫不是穷的都没钱请下人了？不必惊慌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他裴思安日后会受陛下重用，地位极高。裴恒那个短命鬼和谢明兰这个贱人才是绝配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礼成，恭喜恭喜啊！这次老天把你送到我身边，谢明兰，我绝不会再放开你的手。临时换妻是我谢家不对，我愿自请休书一份，与您和离。谁说我不愿意？夫人，喝锦酒。天色不早了，夫君早些休息。怎么，
夫人不肯留我？没，只是去吹蜡烛。新婚之夜，喜烛要燃到天明。小姐今天可真好看。啊，小姐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我要娶的不是谢大小姐吗？思安哥哥，我倾慕你许久，央求姐姐与我换了亲，思安哥哥可愿接受我做你的妻子啊？谢明兰，这一世我才是国公府的第一诰命夫人。据说谢府二小姐比大小姐受宠，这嫁妆还更多，娶她比娶谢明兰划算。多谢二小姐垂怜，可在下不过是个落魄世子，比不上二叔官运亨通，怕是配不上你。我都知道，思安哥哥的苦我都知道的，但是我更知道思安哥哥日后会否极泰来，位极顶峰。几日后的春日宴，我知道题目。因为我爹是礼部侍郎，今年春日宴的主持者，这都是他告诉我的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我那里之前夜晚摔伤过，还未伤愈，大夫说还要休养半年。圆不圆房不重要，上一世裴思安就是在春日宴上一鸣惊人，被皇上选为太傅，而我马上就是京城最风光的女人。你是说谢家那位娇生惯养的二小姐，因为喜欢你，特意换亲下嫁？世家千金，果然气度不凡。当时我配不上你了，你去和他过吧。小没良心的，我新婚夜把她晾在那儿，专程来找你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吗？她就是我们的钱袋子。现下最要紧的就是春日宴，她还告诉我题目是……不用他说，我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早告诉你，我是天命贵女，当然是我贵人告诉我的。春宵苦短，不如我们还是先……你醒了。对了，春日宴举办在即，九皇子要回宫，我得出去一趟。等等，你自己先用早膳吧。春日宴，前世裴思安在春日宴上一举成名，得皇上重用，却为了敛财公开销售让人上瘾的烟土，害人不浅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给他祸国殃民的机会。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帮忙？帮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可以帮你赚钱。夫人很缺钱。昨夜忘记把库房的钥匙还有账目给夫人了，这可是我全部的身家，以后府里大大小小就有劳夫人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硬要给。时候还早，你再睡会儿。哎，你……他竟然第一天就将掌家全给了我。裴恒身体这么好，那上一世怎么会短命呢？绿莹，我交代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您放心吧，我保证全京城皆知巷闻。春宴菜魁少，衙役陪食，赔率高。找到了，小姐，姑爷刚给了您掌家钥匙，您不在家把控府中事宜，出来找什么赌方啊？因为我答应过他，要帮他赚钱。哟，这不是长姐吗？怎么自己一个人了？我那阁老姐夫呢？内阁首辅的行踪只需要向圣上汇报，
想知道我父亲去哪儿了？你配吗？长姐，自家人面前又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呢？裴恒啊，他官再大，对你也不待见。我看啊，姐姐眼底发青，怕不是昨夜孤枕难眠，一个人对着红烛孤坐到天亮吧？你少胡说八道！我们姑爷和小姐昨夜甜蜜得很，直到5更才歇下的。你说什么？小姐，听说过几日就是姑爷生母的忌日，您要不要去祭拜一下呀？一个低贱的丫鬟，运气好，生的庶子成才罢了，怎么配得上我去祭拜？相公，你回来了，妾身帮您换衣。来人，谢二小姐喝多了，带她出去醒醒酒。裴恒，你这样对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上一世我嫁给裴恒，他新婚夜便对我恶语相向，我到死都没能和他圆房，他怎么可能会喜怒兰？你少胡说八道！新婚燕尔若是早已圆房，他怎么不和你一起？内阁首辅政务繁忙，不像裴世子天天有时间耽于美色。哎呀，莫不是裴世子那方面不行，所以你就认为全天下的夫妻都不行？你少听他在这胡言乱语，咱快回去吧。上一世，裴思安钟情外室，为那女子守身多年，不曾与我圆房。谢墨兰，你何时才会知道，你费尽心思抢来的男人，平步青云靠的是你的嫁妆、你的血泪、你的终生。少听他在这胡言乱语，咱快回去吧。走吧。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！快来看看新赌盘，春日宴猜魁首呀，1赔10，胜率高啊！我何必现在和他争论长短？等过了春日宴，我得了诰命加身，到那时我非要他好看。这里啊，是3000两，拿去都押我相公赢。好的，夫人。随便出手都是3000两，谢墨兰，有你是我的福气。谢明兰，等我相公得了春日宴魁首，你可别说我压你一头啊！妹妹多虑了，春日宴魁首说白了就是一个小诗会的出头鸟罢了，就算来10个8个，也压不过正二品的内阁首辅。你，不过这赌盘倒是有趣，可以去玩玩。哼，300两，押裴世子对家赢。哟，你不是说裴恒对你很好吗？怎么堂堂阁老夫人下注竟押300两？蠢货，押裴思安叔是大冷门，赔率1比100，等我赢了就是3万两。谢明兰，你看我押的是多少？3000两，是你的10倍。你要是笃定我的相公会输，你就跟我押的一样多。你凭什么管我？放开！行了，别闹了。怎么说她也是我二婶，传出去怕不好听。什么二婶？她不过是个庶子，而你长子嫡孙，名正言顺的世子，难不成你见了她还要给她行礼不成？我押3万两，帮我夫人押裴世子输。我押3万两，帮我夫人押裴世子输。疯了吗？那可是3万两，万一我输了怎么办？输了便输了，你开心就行。这下神怎么来了？二叔好。区区一个庶子，怎配当裴世子的二叔？原来他是介意别人说庶子，都怪我刚刚口无遮拦，忘了他这会还没死，我不能得罪他。师姐，还不给二叔道歉！你竟然敢打我！对长辈不敬，我休了你又如何？二叔，您大有大量，别跟这蠢妇一般见识。还有二婶，给二婶道歉。去呀！乖，刚刚是谁说要压我一头来着？区区3000两，我压的
可是你的10倍，没钱就不要学人家去赌。我也要押3万两，夺相公爷。我的蠢妹妹，与其你的嫁妆被裴思安骗了去，倒不如输给我。我也要押3万两，夺相公爷。等等，相公，他们都不信你，我不一样，我就觉得你能赢。这3万两，我绝对要押。我没有那么多钱啊！我的嫁妆，再加上裴家的祖宅，肯定够。你疯了！那祖宅可是我现在唯一值钱的东西了。你忘了，咱们胜券在握，押多少就赚多少。好，谢明兰，你敢不敢再加点筹码？你还有钱？不赌钱，赌脸面。若是我相公得了春日宴魁首，那么你就要下跪，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给我道歉，承认你有眼无珠。我同意，不过，要是裴世子输了呢？那我就下跪，任由你处置。一言为定。恭喜谢大人！听说2位小姐同时嫁出，可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哎呀，大女婿是裴阁老，二女婿也是这春日宴的夺魁热门，看来谢大人是要平步青云了。什么魁首？谢大人，您就不要藏着掖着了。我们都听说了，贵府2小姐可是在裴世子身上压了重注，赌他赢下魁首。这谢大小姐也是压了重注，不过是赌裴世子输，还扬言谁要是输了要下跪道歉呢。这亲姐妹竟闹得如此严重，怕是2人早有局域。爹，爹，快坐快坐。是姐姐先瞧不起我相公，她故意下重金，非要赌我相公输。女儿也是一时志气，才跟姐姐对赌的。姐姐这才嫁出去多久啊，就如此不顾颜面，当众欺压我们夫妻俩，日后怕是连父亲的话也不会听了。你这个逆女，这才过门几日，竟敢如此目中无人，欺辱子辈！你现在给我跪下，给你妹妹和妹夫道歉！父亲想我以什么身份跪呢？是当朝首辅夫人，还是他裴思安的婶婶呢？就算我敢跪，他裴思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接受我这一跪吗？若是这话传到陛下耳朵里，陛下会不会觉得谢大人长幼不分，偏听偏信，便撺掇裴世子也这样做？我倒是忘了，他如今背后有裴阁老撑腰。几日不见，首辅夫人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爹，你看他还顶嘴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让诸位见笑。时辰已到，春日宴就开始吧。大人请。诸位都坐吧。这小和尚是谁啊？上一世好像没见过。谢明兰带他来干什么？这题不错，恰是今日。以春为题，谁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最绝妙的诗句，就是今天的获胜者。开始吧。春字好啊！哈哈。我已经做完了。这么快就做完了，才思敏捷啊！是啊，真是没想到，真快呀！裴世子先来。谢明兰，你今天稳定了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不应该呀，这是若有给我的诗，他怎么会背的？难道若有还给了其他人？
裴世子这诗连几岁的稚童都会，难道不是你创作的？我刚才紧张了，说错了，我重新做一首。草长莺飞2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这怎么可能？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2月春风似剪刀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起诗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这诗可真肉麻。这小孩竟能接上裴世子的诗啊！哪是接上啊？这分明就是之前背好了嘛！什么？裴世子这不是真的偷诗吧？小贱人，你竟敢偷我相公的诗！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疯女人，乱咬人！小九才没有偷诗，这些诗都是小九在诗集里学的。大家刚才都听到了，裴世子说这些诗是他现做的，难道小九能钻到他肚子里现偷吗？还敢撒谎！我倒是要看看，是我的巴掌硬，还是你的嘴硬？你疯了！你可知道这孩子是谁？不管他是谁，他偷盗我相公的诗，我必让他巴掌吃个够！走开，给我过来！父亲，你看他！爹，谢明兰竟然敢当着你的面，在春日夜公然行凶！快点，命人把他们俩抓起来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抓去大牢，春日夜后问罪。父亲，如此颠倒黑白，就不怕？住口！别以为嫁给了阁老就可以目中无人。幸好背的诗还剩1首，只要将他们赶出去，魁首就还是我的。动手！谢大人，裴思安文笔作弊你不管，谢墨兰殴打稚童你不管，反倒是说我们仗势欺人，你如此偏袒，对得起圣上对你的信任吗？裴世子才华横溢，在京中早有声名，他怎么可能作弊？反而是你为了不输比赛，带个小乞丐来故意搅局。爹，也未必就是小乞丐，说不定是谢明兰在外面的私生子呢。谢明兰怎么可能生得出这么大的孩子？怕不是养的娈童吧？小乞丐、私生子、娈童，你们不想活了？他是九皇子。什么啊？他竟然是九皇子！怎么可能？九皇子，谢明兰，我该说你是聪明呢，还是蠢呢？你聪明就聪明在九皇子一直身在宫外，从未见过。那你也是蠢得很啊！竟然敢随便找个人就冒充皇嗣，啊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爹，你快点命人把他们2个抓起来，不能让他们拖累我们谢家。可裴阁老那边怎么办？爹，不用害怕，裴阁老啊，他厌恶至极，看都不想多看他一眼，又怎会为他出头？小姐，裴寒，说不定啊，裴阁老还要感谢你，帮他出了一口恶气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点。你如果今天不打消他的气，怕是日后他要更嚣张了。动手！不要碰我！不要！走开！我可是九皇子，不敢碰我！这掉水里了！救命啊！快救人！救命！抓住我的手！快！这能不治好啊？快救人！快救人！一语，你可知错？救命啊！没有错。只要你是我的去求情，是谁？越本家里的欺负，真是所有人知道，这不是你们随意分你的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
我站不住了！别松手！哎呀，快救救孩子呀！谢明兰，欺君罔上，这叫什么？罪不容诛！快救人呐！我谢志远就大义灭亲，替天行道。跟这个小畜生上路！成何体？走！皇上驾到！我看谁敢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父王，谢志远，臣在。谁给你的胆子虐打九皇子？上一世，裴恒和皇上都没有来，九皇子也没有出现在春日宴，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？为什么？皇上，臣真的不知道这位小高僧就是九皇子。啊，是臣的逆女不懂礼数，隐瞒了小皇子的身份。父亲好会说话，三言两语便给我铺了好大一个黑锅。九皇子寄养在护国寺多年，如今终于回宫。皇上说过，不得过于张扬此事，我夫人才不得已隐瞒他的身份。而你们欺负人在先，还恶人先告状，真是可笑。皇上明鉴，是小女明兰教唆九皇子破坏春日宴，臣一时急火攻心，这才产生了误会啊！皇上，父亲好狠的心，明明是裴世子得心有愧，所言诗句皆被九皇子补齐，有抄袭舞弊之嫌。我们不过是质问了几句，便被殴打欺压，真是好没有道理。皇上，这是臣女在路边的市集随意购买的诗册，其中的诗句与裴世子所吟的诗句一模一样。九皇子聪慧，仅仅看了一遍便全都记住了，并非有意打扰春日宴。皇上，臣绝没有舞弊，求皇上明鉴。裴思安，你最好想清楚再狡辩，否则这可是欺君之罪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二叔为何对侄儿苦苦相逼？那你倒是回答，为什么你做的诗句会出现在市集上，还能人人传唱？证据确凿，你还敢狡辩？皇上，臣错了，朕再也不敢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那些诗真的都是抄的？谢志远，你是非不分，偏听偏信，纵欲行凶，官将三品，罚俸3年。你应该感谢你还有一个好女儿，功过相抵，要不然朕不可能罚你罚得这么轻。谢主隆恩。你抄袭舞弊，恬不知耻。还有你，谋害皇子，手足相残，你们真是一对夫唱妇随的好夫妻啊！皇上饶命，臣是鬼迷心窍，朕再也不敢了，朕再也不敢了。裴思安，你父亲林安好，守护边疆，一生为国征战，是何等骁勇！而你呢，文不成武不就，真是玷污英雄血脉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1、2。大哥，怎么？他刚刚伤害你的妻子，如此畜生，你还要替他求情？裴思安夫妇欺瞒皇上，伤害皇子，为难臣妻，桩桩件件确实百死难辞其咎。但臣幼时承蒙裴思安父亲赵府受兄长传授兵法策略，没有兄长，就没有如今的裴恒。臣恳请皇上留他一命，以劝微臣孝义。不必说了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朕也不想断了林安侯的血脉，传旨下去，裴思安品行低劣，剥夺世子之位，不许科考，永世不得入朝为官。不行。至于他怎么罚，你和九皇子看着办吧。你这么爱打巴掌，就罚你打自己巴掌100下，还要一边打一边跟明兰姐姐说我错了。
你来数。我错，我错，这样你俩就不像夫妻了，不好。你俩互相打，一定要打得一样重才行。我错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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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上，已经100下了。九皇子，你还满意吗？活出去，免得误了朕的眼。裴思安，希望你能吸取今日的教训，安分守己。再敢对你婶婶不敬的话，我也绝对不会再留情面。今日啊，是我们一招不慎，让裴阁老见笑。不过，我的相公满腹经纶，才高8斗，日后有的是机会东山再起。倒是裴阁老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！希望你能活到那个时候。妾身，你敢打我！我夫君替你求情，你非但不感激，反而在这口出恶言。我身为长辈，自然要教你好好做人。与其在这儿嚣张跋扈，不如回去好好想想自己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吧。输了所有的嫁妆和祖宅，我看你们靠什么东山再起？夫人，霸气。倒是裴阁老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，希望你能活到那个时候。算起来，距离裴恒去冰城赈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上一世他就死在冰城。夫君，冰城过几日可能会地动，你能否告诉陛下，让冰城提早准备吗？夫人如何得知？这……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呀，有一个仙人告诉我，让我解救冰城百姓。你不相信我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不信你，我待会儿会给皇上递交折子，让滨城提前演练。你就不怕冰城没有地动，陛下怪罪于你吗？大不了罚俸被贬呗。我有霸气夫人养着，还怕什么？那你算是找对人了，赚钱我在行。夫人，赌坊的钱都替您取回来了。多谢夫君上次出手相助，我们才赚了这么多钱。来，这些给你。我们去逛街，今天本夫人买单。喜欢吗？哎，你看，真好看。糖葫芦，卖糖葫芦了。喜欢就买。那是小孩吃的，我都已经成亲了。可是我也好几年没吃过了，想尝尝什么味儿。那你等着，我给你买一串。等一下，糖葫芦几文钱？3文钱。来一串。哎，好。讨厌。吃的馄饨铺子啊？不告诉你。明兰，你跟裴思安有仇吗？若我说有呢，你会帮我还是帮他？我在皇上面前替他求情，是为了报恩。现在恩已报完，
若夫人同他有仇，我便也同他有仇。可是，他是你亲侄子，你舍得吗？这个是你让绿营验的尸级原稿，我要是舍不得他受刑的话，刚刚在皇上面前我就已经拿出来了。原来他一直在背后帮我。只是有一事，我始终想不明白，夫人为何会未卜先知，知道裴思安会在春日宴上做哪些事。夫君，我没有怪你，只是你宁可孤身涉险，都不寻求我的帮助，在你心中真的把我当夫君吗？他这是生气了。夫妻本为一体，遇到什么困难，应该携手共进，不离不弃。你要是这次遭遇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叫我该如何自处？他在担心我，可是若我将重活一事告知于他，他会不会将我看作怪物？其实我早就……食盐花，好美啊！算了，来日方长，我可以等，等你愿意对我敞开所有的那一天。不及你美。不离不弃，携手共度。太好，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？告白像恨在字里，冰等到。裴思，跟你说话呢。那个诗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背？你到底是不是抄的？裴思，你打我！贱人，都是你害我，是你害我，是你蛊惑我，把祖宅拿去抵押，害得我天天被那些追债的人堵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。我去求我爹娘帮我，让他们保住咱们的宅子，然后拿钱给你做生意。可以的，你有赚钱的天赋。上一世你赚得盆满钵满，再过2个月，裴和就死了，裴家只有你们2个男丁，到时候裴和和谢明兰的钱都是咱们的。这等怪力乱神的事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求你了。事已至此，打死这蠢货又有何用？倒不如让他去谢家弄点钱回来，还不快去拿！我把钱拿回来了，你看，我就知道我爹娘最疼我了，我要多少钱都会给我的。这么说，东山再起的银子，你们已经准备好了？这么说来，东山再起的银子，你们已经准备好了？你是谁？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远房表妹白若，父母双亡，刚从儋州过来投奔我，来帮忙做生意的。儋州那个鸟不拉屎的乡下地方。表嫂好啊。你好啊，若若表妹，咱们丑话要说在前头，你要是要留下来，就要好好干活，有点眼力见。咱们裴府可是不养闲人的。是，都听表嫂的。就知道是，你倒是行动啊！我都进来多久了，怎么连杯茶也不见你倒？贱人，要不是看你娘家有用，我现在就把你剁了喂狗。自从裴恒给皇上上了旨子，又报滨州地动之后，便日日留在宫中模拟演练，疏散队伍，也不知能不能避免上一世尸横遍野的悲剧。哎呀，真凉快啊！头一次见到卖冰的铺子。哎呀，要不是太贵了，真想买几块解解暑呢。不过这盛夏如何能制冰呢？莫非这老板有什么神力？什么神力？我听说这是裴世子琢磨出来的制冰技法，要不尝尝去？哎，尝尝去，尝尝去，进去看看，凉快凉快。都被皇上废了爵位，还裴世子。上一世裴思安借助制冰敛财，贩卖烟土，笼络朝廷重臣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让他得逞。绿莹，你去制冰铺购买5000金币，
半月后交货。小姐，我们府上有冰窖，干嘛还要他们的冰啊？我要开冰饮铺子，现在冰价那么贵，开冰饮铺子岂不赔死啊？我自有办法，你照我说的做就是了。小姐，冰铺那边来信儿了，怕咱们毁约，说定金还要再加2成，咱们钱不够啊，不如从府里拿吧。反正姑爷都说了，他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。那是他裴府的钱，我不能随便动，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夫君，缺钱就从府上拿，别亏待了自己。就当是我借你的，从我的私账上拿。1个月之内，我一定还你。夫人，你不知道我最近多辛苦，日夜紧盯边城情况不说，我下了朝，还抽空制定了一份新的地动预防疏散之法送了过去。我这么听夫人的话，劳苦劳作的，夫人也不知道疼疼我。那我给夫君更衣按摩，让夫君好好休息休息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因为你，我。你可知错了？我心悦谢明兰，非他不娶。你糊涂啊！那谢明兰和思安从小就订有婚约，你不是早就知道此事吗？你大哥对你不薄，一路扶持你当上内阁首辅，你居然休想自己侄子的未婚妻！兄长的恩情我自然不会忘记，但裴三他对谢明兰无意，为何要强行将他二人捆绑在一起？那你和谢二小姐的婚事又怎么办？你别忘了，当年裴家落魄，你叔侄2个的婚事都是你大哥从中斡旋才争取来的。如今你发迹了，官职在身，不光悔婚，还恩将仇报，殊多之气。此事传扬出去，你叫为娘还怎么做人呢？母亲，不要！我死了算了。不要！那你答应我，从此息了这龌龊心思，否则我一定死给你看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同意便是。幸好老天还是把你送到了我身边。阁老，不好了，冰城地动了，皇上命你火速出城，前往滨州赈灾。幸好咱们家有准备，应该伤亡不大。夫君此行万万小心，切不可以身犯险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你说的梦真的是梦吗？我做过相同的梦，梦里发现你路过崇文书院。崇文书院，阁老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启程了吗？我走了。哎，等等。我要这个。天启9年3月15，他穿绿色围裙，相亲。天启9年3月22，今日下雨，他没再来买粽子糖。天启9年4月初2，我伴奏卖粽子糖的小贩，他跟我说话，给了我10个铜板。天启10年1月，今日他娘出殡，谢府全为督促我，他一个人哭得好伤心，我却没有一个能正大光明安慰他的身份。天启10年5月，我答应母亲不再去见他。谢明兰，今生无恙，
望来世还能再见。他竟然那么早就喜欢我了。等等，你东西忘了。大庭广众之下被夫君打脸，还对人家依依不舍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我瞧着，你今天的胭脂有点淡了，要不我用巴掌给你补补？你怎么这么粗鲁？哪有一点世家小姐的样子？重生之后倒是把你给忘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你们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葛老夫人，莫不是要打我？虽然我身份卑微，你打我也只能认了。可是是你说的，你身份卑微，我打你，你也只能认了。上一世你这般羞辱我不知道多少次，这一世通通还给你。这一世我会通通还给你。你真的是丫鬟吗？这可是极品翡翠，这水种可价值万金。谢莫兰，你这冰铺到底赚了多少银子？连一个丫鬟都戴这么好的翡翠镯子？贱人，这东西哪里来的？是不是你偷了铺子里的钱？拿下来！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跟铺子无关，放给我！拿出来！好啊，偷钱不成，现在还来偷人了是不是？我就应该早点把你发赶了出去。夫人，不至于，她好歹是我表妹。都怪你，叫你让她管家里的铺子，家里进贼了你都不知道。一个当家主母不管账，让一个丫鬟管着，这可是千古以来头一遭。走，回家查账。白若，这一世我看你的狐狸尾巴能藏到什么时候？云城地洞果真严重，多亏夫人提前告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葛老还真是天气小姐，这信呢就没断过。就你话最多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铺子已经翻新好了，你记得让冰点师傅提前2天过去熟悉熟悉厨房。对了，过2日我爹寿宴，你准备的怎么样？自然安排妥当。小姐，您还真回去祝寿啊？以前老爷和夫人就待您刻薄，照我说，咱们装病不去算了。不回去怎么看好戏？再说了，这冰点铺子啊，还差点钱，得让我的好爹帮我出点。谢莫兰，这就是你费尽心力抢来的好婚事，也该轮到你自食恶果的时候。来来来，里面请。谢大人一门2贵婿，这大女婿当朝宰辅，天子近臣；二女婿则是京城奇才，商业巨贾，真是好福气呀！过奖过奖，来，快快入座，多喝几杯。当然当然，来。官大又有什么用啊？这岳父的宴席，人不来，礼也不来，还得啊是我相公忙前忙后的，还特地啊去明月楼请这些人来置办的宴席。我听说这明月楼的席位都排到明年中秋了，你们竟然能直接请到府上来，这得花不少的钱吧？这哪是花钱就行的，还得呀要面子。唉，也就是我相公能够把人请来，这要是换做旁人啊，千金难求。这份寿礼呀，京城独一份，你们啊真是有心了。
我倒是更期待大小姐带的寿礼啊。裴阁老向来不喜张姐，还经常打骂她，能带来什么好的寿礼？裴阁老向来不喜张姐，还经常打骂她，能带来什么好的寿礼？这是真的假的？裴阁老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？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。我还听说啊，他们二人婚后一直不曾圆房，这裴阁老都不许长姐以夫人自称，还断了她的月钱和一切吃穿用度。啊，我长姐长期备受屈辱，就连下人都能欺负她。我亲嫁过来就是当家主母，那裴贺凭什么不能把钥匙给我？就这么一点怨气，打发要饭的呢？我才不稀罕！你不是不理我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我保证，让你以后再也不用见到我。什么？你既然不稀罕我裴家的月钱，那我以后不送便是。这屋里损坏的器具，以后都记他头上，让他自己还。哎呀，明兰这孩子呀，自小性格就古怪，还爱耍小聪明，向来都不招人待见。这裴阁老瞧不上他，倒也正常。今天风真大，老远就听见狗叫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说谁是狗？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，怎料妹妹还对号入座呢。坐。招惹他干什么？还嫌被打得不够吗？哼，我就不信，当着爹娘的面，他还能打我不成？松林长岁月，鹤羽寄春秋。祝父亲大人老当益壮，福寿安康。明兰，不是我这个当二娘的说话难听，今日毕竟是你爹的寿辰，你若手头拮据，提上一斤瓜果也好，这也太……怎能两手空空的就上门来了？就是啊，姐姐，你怕不是在裴府连口饭都吃不上吧？这顺带回来还能打个秋风。姐姐啊，你要是遇到什么难处，就派人告诉妹妹一声。妹妹家里这些剩饭剩菜，倒还是能匀给姐姐一口的。二娘跟妹妹误会了，今日出发前，我已经派人将寿礼送了过来，诸位难道没收到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我们都在这坐了一晌午了，也没看见谁送什么东西过来。你日子不好过，不送东西，我们不怪你。若是撒谎，那就真是坏了品性。看来二娘跟妹妹确实是不喜欢我，那我也不在这里碍你们的眼。父亲，绿莹，去把我们的人叫上，回府。是。走吧，走吧。谢明兰，你发什么疯？你要走就走，把厨子叫来干什么？明月楼是我夫君的产业，这厨子自然也是我裴家的厨子。二娘和妹妹瞧我不顺眼，自然也是不愿意吃我置办的喜宴，我当然是要把人带走。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明月楼的人分明就是我相公请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就是你的人了？今日这寿宴是我夫君一早就嘱咐好，让我当做贺礼送来的，怎么就成了裴公子的人了？裴公子，你不自己解释解释？你这人好不要脸！我们之前在酒楼就说的清清楚楚，不接受你的订单。今日在县府门外遇到，不过是凑巧罢了，怎么就成你请的了？哎呀，搞了半天，原来这礼物是阁老夫人送来的。哼，没想到被这位仁兄给截了胡，据为己有了。一个大男人虚荣心这么重，什么谎都敢撒，哼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！我从未说过是我请过来的，是你们自己误会罢了。既然事情说清楚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
哎，等，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把厨子带走了，待会儿咱们怎么开席呀？现在再去订别家酒楼，肯定是来不及了。那你还不赶快把人给我拦下！今天这事要是闹大，往后我在朝堂上不用做人了，不如辞官回家种田吧。哎呀，明兰，你瞧你这孩子，二娘只是忧心你在裴家过得不好，哪里是不喜你回来？你瞧瞧，这家里这么多客人呢，你把厨子带走了，算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两个也是，有话不能好好说，让别人听了误会。还好明兰懂事孝顺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我怎么会不计较呢？我刚才挨骂的时候，父亲可不是这么给我打圆场的。你这是在怪罪父亲？女儿自是不敢，只是上次春日宴的时候，夫君已经对父亲十分不满，说父亲当众苛待女儿，其实是指桑骂槐，借机羞辱裴府。哎呀，这哪有的事儿嘛！你没跟阁老好好解释解释？女儿自然是解释，说父亲没有不喜欢女儿，其实是有苦衷。可今日一看，父亲的确不喜欢女儿，以后女儿不会再自作多情，女儿这就回去告诉夫君。哎，哪有的事儿啊！这家人拌嘴，何必让阁老跟着操心？都是你们两个口无遮拦，搬弄是非惹的祸，还不赶紧给明兰道歉？凭什么给这贱人道歉？他也配！再不道歉，家法伺候！你打我！爹爹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是妹妹自己摔的。没照顾好妹妹，还敢狡辩！你妹妹喜欢的裙子，你给她便是了，就为了这点小事，至于闹到我跟前来吗？谢墨兰，如今你也能尝尝我从小到大的待遇。对不起，姐姐。妹妹不想道歉便算了，何必要如此敷衍我？对不起，姐姐，是妹妹错了，我不该这样的，对不起。既然妹妹知错能改，我又怎么会揪着不放？好了，既然这话都说开了，那就赶紧让厨子去做饭吧，别耽误了待会儿的宴席。二娘别急啊，妹妹的事情聊完了，这不还有二娘您呢。怎么，你难道让我当众下跪道歉才算行啊？您是长辈，明兰自然不会对二娘不敬，只是还有另外一事，明兰想请二娘帮个忙。我出家那日太匆忙，不小心把嫁妆落在了娘家，请二娘对着单子上比照一下，把我缺了的东西给我送来便是。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！谢府可没有你这么多嫁妆。难道是我记错了？正好今日大家都在，你跟大家说一说当日的情景，让在座的各位也帮我分析分析，这嫁妆到底丢在什么地方。当日大小姐和二小姐一同出阁，大小姐一身喜服，出了门准备要上轿，二小姐突然冲了出来，嚷嚷着准备。够了！明兰的嫁妆落在府里了，你给她找找，明儿给她送去。老爷，你糊涂啊！这单子上写的都够把谢府抽空了。不给怎么办？难道让她当众宣扬墨兰如何吵闹换妻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们谢家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数了吗？我父君当时就对换嫁的事情颇有微词，是我百般保证，父亲待我和妹妹一般疼爱，这嫁妆也不会比妹妹的少，夫君这才一直没有发作。谢明兰，你够了！3番5次的拿裴阁老威胁我们，你这蠢妇胡言乱语什么？明兰的嫁妆你都舍不得出，还出口重伤裴阁老，你现在滚回祠堂跪着，不到天黑不许出来。走。明兰放心，为父给你做主，肯定能够找回来。那女儿就在裴府等着父亲的好消息。
怎么会这样？裴恒竟然如此帮他，还把明月楼的人给他用。我父君自然是敬重我、爱护我的，新婚第一夜便把库房的钥匙和账本交给了我，说是劳烦我帮他打理宅院。夫人真是有福之人呐！裴思安这混蛋，到现在都不让我看你铺子的本子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来，夫人。你干什么？倒酒都倒不好，打你不应该吗？哼！不能狂怒的沉默，看我待会怎么收拾你！我知道表嫂心里不痛快，我这儿有个办法，保证谢明兰再出不了风头。真的？这是我自制的冰镇面膜。对呀，前世裴思安就卖过这个叫面膜的东西，短短2月便盈利过万，竟然也是白肉研制出来的。行，这次算你立了功。夫人们，据说呀，这个东西叫面膜，用了之后啊，对皮肤是极好的。快给工人们试试。这东西虽然黏糊糊的，但是闻着味道还不错。裴夫人，一个东西在脸上抹1刻钟，真的能变美吗？你们就放心吧，保证啊，你们用了1次还想用第2次。对了，我记得前世谢明兰就是敷了这面膜，结果得了隐症，痛得当众发疯了。姐姐怎么不过来一起呀？莫不是瞧不上我这玩意儿？我怕你给我下毒。算了，今天让你逃过一劫。呀，我的脸蛋真的变得光滑了。真的吗？我看看，我瞧瞧。真的哎，变细腻了好多啊。夫人，这真是好东西啊！还有没有？能不能卖我一下？等过几日啊，我的美容院开业了，大家都来捧捧场，到时候1人送大家10盒。好啊，好啊，太好了。镜子。我的脸！我的脸！你的脸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没有擦干净。擦干净就好了，擦干净，擦不干净。我就说这面膜有毒吧。好啊，是你这贱人故意要害我！我没有下毒，大家都没事，怎么就你有事？我看是你自己过敏吧。是啊，我们脸都好好的。裴夫人这好像是起的隐疹吧？和前世得隐疹的明明是谢明兰，难道我们有血缘关系，体质相似，所以我也有隐疹？这样吧，我去拿点冰，给你敷一下，能消肿消得快一点。冰敷消炎，也只能让脸烂得更严重。前世我就是信了这法子，后来治好，皮肤也总是发痒难受。小姐，我们先走吧。上一世，白若也曾踩着我的骨血，践踏我的尊严。这一世，我凭什么让她得偿所愿？谢明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嫌我不够倒霉是吧？还过来拆我台！蠢货！这丫鬟怕不是也起隐疹了吧？用这个盆子都会起隐疹。好啊，你还敢撒谎是吧？就是你故意要害我毁容，那是因为你活该！你打我骂我，我凭什么给你开美容院？你
你这个贱人，偷人偷钱，现在还来害人！过来，死你的嘴！真是可惜，面膜是个好东西，不过被居心不良的人拿来利用，可就不好说了。说的就是，我以后可再也不敢用这脏东西了。谁知道我们用的这盆有没有毒啊？不行，我得回去找郎中给我看看。我怎么办？快走！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凶神收不上来，可我的兵过意不上了。什么？快带我去！裴思安、谢墨兰、白若，这一世我要你们享中天之恨，悔不当初。太好了，终于回来了。老爷呢？夫人，在车里睡着了。来不及了，老爷就在身边，已经亡了。父亲，小姐，您又醒了。现在天色还早，您要不再睡会儿？我睡不着，心慌的厉害，感觉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。姑爷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天会保佑的。如果真的能有老天保佑，他上一世也不会。你现在给我更衣，咱们去市集买些东西，让吉川给他送过去。大人，这些都是夫人派人从京城送过来的。粮草、铁铲，还有夯土的器具。夫人可真神了，跟开了天眼一样，知道咱们缺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还有夫人的信。先忙去吧，这些东西该入库的入库，该发的发。是。大人，刚才挖到东西了，你去看一下。大人，你看。小石头收购空了，还那么多货赶不出来，这可怎么办？京城附近消失收购空了，还有儋州呢。闭嘴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大夫都说了，你脸上是银疹，就别怪罪我了。可是，我现在烦得要死，赶紧给我回家去！天天顶着这张脸在店里，是要把我客人都吓走吗？儋州离这相隔千里，到时候运输过来，成本也不低啊。而且关卡重重，回收下来也需要时间，怕是赶不上交货了。我来想办法，你忘了吗？我是天命贵女，自然有贵人帮我。可到时候我们的钱都得搭进去，还得借钱。不要紧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你的意思是涨价？兵铺只我们一家，这叫垄断。我们涨再多，他们也只能受忍。这可真是肉肉在手，天下我有啊！那你什么时候休了那蠢货娶我？不着急，等这批订单的尾款到手，我立马就让他滚蛋。1、2、3，
过去送兵，你看铺子。走，走，走。蹦跶吧，你也蹦跶不了几日。卖兵，卖兵营啦！出来！这怎么回事？我兵还没送到，怎么就开张了？就是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老板说了，开业大酬宾，但凡买盐品，送一份配兵秘方。配兵秘方？是啊，你再瞧瞧裴斯安那厮，一块兵卖几十两，真是太黑了。对，黑的要死。你们都家谁啊？给我滚出来！我谢家二小姐敢跟我抢生意做，你不要命了？是你？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正打算派人去通知你们，这货我不要了。这订单合同上可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。我既毁约，便自然按照合约所写，放弃那3成定金，剩下的你们随意就好。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，你在我们店铺下了巨额订单，然后抢功消食，害我们花光所有积蓄，现在要公布治病秘方，彻底没了生意，真是够狠的呀！裴公子讲话何必那么难听？这做生意不就是各凭本事？难道你就没算计过我？还是说你没这个本事？我送客！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？赶紧滚！打！去你的！走！快滚！打了！都怪谢明兰那个贱人，搞得所有商户都退单了。再搞我，我饶不了他！你还好意思说？那可是你姐姐，亲姐姐。要不是你天天跟她斗，她怎么会不遗余力的搞我？救命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要债啊，裴大老板啊！说好今天结账的，这都几点了还不送钱，几个意思啊？少来啊！我这货款还没收回来，各位老板，宽限啊！哼，要是搁以前啊，我也就应了，但是现在不行。哼，我可听说了，葛老夫人已经把你们家的治兵方法给公开了，以后我看谁还照顾你们家生意。随便你们想怎样，反正我没钱，杀了我也没钱。跟爷爷我比横啊！走，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别啊！快去啊！快去啊！不要啊！不要！哼！谢明兰，我杀了你！今日姑爷就要回城了，小姐这是要给姑爷准备惊喜啊！这算什么惊喜啊？只是怕他舟车劳顿，提前准备些喝的。那个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给裴恒送葬。谢明兰，你得意不了太久，我们就算亏的再多，日后也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你，就算赚的再多，裴恒也难逃一死。我早说过，你再咒我夫君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你少吓唬我！没有裴恒，我就不信裴府还能管你这个寡妇。看看这时辰，报丧的也差不多该来了。你若是不信，咱们就等着瞧。报！不可能，这一世冰城地洞早有准备，伤亡并没有上一世那么大。裴恒就算赈灾，也当然不会遭遇危险。夫人，不好了，裴阁老在边城遇害了。哼，真是老天有眼，这一世也该让你谢明兰尝尝漫漫长夜孤枕难眠的滋味。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啊，小姐！姐姐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！姐姐，还请节哀。
上一世就是这样，裴恒死后，裴思安迫不及待地打上门去，逼迫谢木兰转让家产。当我得知消息时，谢木兰已经被下药污了名声，后来便只能不清不楚地被送回娘家。现如今，他不过是忘了这份仇恨，甚至心甘情愿当了裴思安的帮凶，简直愚蠢下作到了极点。姐姐，这是什么眼神？我们二人特地来送阁老最后一程，什么意思？你还不乐意了？现在你们见也见了，送也送了，就请回吧。哼，姐姐，你这都做寡妇了，脾气还是这么硬，这以后可是要吃大亏的。妹妹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你与其浪费时间在这儿逞口舌之快，还不如为自己以后打算打算。那我想请教请教你，我应该怎么打算？现如今裴恒已死，你一个孤苦女子，这偌大的裴府啊，你肯定打理不过来，吃不消。我会做生意，有管理经验，能代为帮忙。就是啊，这裴府啊，交到我们手里，姐姐你大可以放心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到时候我给你找个清静小院住着，你就礼礼佛、念念经，岂不美哉？你们真是好算计啊！让我出家青灯补佛，好把这偌大的家产让给我。你们真觉得我真会蠢到如此地步？什么叫让给我们？这偌大的家产本来就属于我们裴家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就是谁家的裴家的？你一个女人又没个孩子，凭什么我裴家的家产要落到你这个外人手里？你若是识相，我还能赏一处宅院给你；你若是连识相都做不到，那我只能让你尝尝当流浪狗的滋味。夫君尸骨未寒，你们便上来要钱，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来人！夫人，你想怎样？这前来吊唁的都是达官显贵，你还敢杀我不成？这不可！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谁敢觊觎我夫君的财产，上门行凶，我就送谁下去跟我夫君合葬。你杀人行凶，我要把你告到官府去！你告啊，只要能杀了你，就算受怕，我也认了。你这个疯婆子，真是疯婆子！小姐，您先歇歇，我去倒杯热茶来。谢明兰，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不识抬举，屡次三番挡了我的路。这里交给我，你一计行事。这女人就赏给你们了，随便怎么折腾都可以，留口气就行。不好了，爹！木兰，不好了！我刚刚看到有贼进了后院。进贼了？哪有贼这么大胆？竟敢到裴阁老府上行窃？就是。哎呀，长姐还在后院休息，这要是被贼人给害了，那还不赶紧去救人啊！老先生，可不能在这会儿让裴夫人快点啊！不要，你轻点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兴许是我搞错了，姐姐应该不在这里面。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二小姐，你糊涂啊！这是主厢房，除了主人家，谁还会来这里啊？依我看，肯定是大小姐趁着所有人都去了前厅，不来后院，所以她才胆大妄为，私会情妇。哎呀，别胡说！兴许我长姐只是与朋友在这里交面，不是干那种龌龊。这什么好友？分明是奸夫啊！这裴阁老尸骨未寒，他便迫不及待在这与人私会，简直下作。此等不守妇道之流，如何配得上阁老刚正不阿、高风亮节之人？阁老是在天之灵中知晓此事，就全天下不得安宁啊！是啊，诸位，是我教女无方，辱没了裴谢两家的名声，此事定会给裴家一个交代。谢明兰，今日我要杀了你！
还我谢父清白！父亲，您找我？您找我？姐姐，您不是应该在……姐姐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怎么不见你？妹妹这话奇怪，我在自家后院休息，有何不可？这既然如此，那屋里的事，那是谁啊？看看。裴斯，你不说你那里摔坏了不能人倒吗？你这个畜生！你让什么让？还光彩啊！你不跟我圆房，还天天骗我掏钱，在外面跟别的女人不干不净，你那里倒不如真的就断掉了，这样子我们都清静。夫人，我错了。我改，夫人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改。你改什么改？谢梦兰，你个疯婆子，骗出了我的三，他是我的相公，怎么就变成你的三了？你这个下三滥的婊子，臭不要脸的娼妇！你不惦记别的男人会死啊你！是包办婚姻，没有感情的。三他心里只有我一个，一段感情中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错了，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放开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你不是说你不行吗？我今天就让你做真太监！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要弄回去的！哎，大人，来人！夫人，把这些在裴府闹事的人都给我扔出去！是。走。看相公把狐狸精养在家里，他竟然都不知道，真蠢呐！是啊，居然相信相公被狗咬了不能圆房。我要是裴思安啊，我也要白若呀！你看这身段，像是伺候惯男人似的，一看就很销魂呐！关你们什么事？你们再敢随意肆意我的私事，我叫我老爹来抓你们！你爹早就走了，你们现在一家三口是全京城的笑柄，你以为你爹还会护着你？你们速速离开，别在我裴府门口闲逛，丢人现眼！谢明兰，你做的太绝了，把我害这么惨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像你这么心狠手辣的人，活该你守活寡。谁说我夫君死了？他怎么回来了？是啊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死了吗？裴阁老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场葬礼是给你们办的。大人，那边挖到东西了，大人快去看。是金矿，很有可能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赵大人，您猜那刺客招没招？这我怎么知道？我在那刺客身上搜出一份密信，您猜怎么着？这密信用的竟是庆国文字，所以我猜这刺客应该是庆国的密探。他竟然发现我挖出了金矿，便想杀我入矿，然后告诉庆国。既知晓，你就应该禀明圣上，抓我们做甚？因为金矿背不走，只能交给藏在朝中的其他庆国人偷偷开采，而你们就是这些刺客的上级。夫人，不好了，裴阁老在滨城遇害了。真是老天有眼，这一世也该让你谢明兰尝尝漫漫长夜孤枕难眠的滋味。小姐，你信不信啊，小姐？
怎么了，夫人？这是见到我，高兴傻了？我梦到你死了。好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经过这次调查，我怀疑朝中还有庆国细总，那件事难办了。我听闻庆国人对幽兰花草隐忍，一旦触及满面通红，不如用此法抓人。我知道，但是幽兰草香味敏感，庆国人又对它极其的防备。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把花草碾枝，用白布浸泡，再将制成的白花晾晒，可以减除气味。将象里白花戴在每个官员身上，夏季高温，花草汁水慢慢蒸发，他们察觉不出什么。没想到我隐匿朝中10数年，竟因你一个小女子而败露。你既是细作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被抓的这一天。押下去，继续审问。谢明兰、裴恒、压我夫人赢，裴思安、白若，我不会放过你们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妈的，总算找到你！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！钱都在裴思安那里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。说什么？在我这届高利贷开店，这是你签字画押的进去。臭娘们儿，你不是想赖账吗？啊！我没有钱。哎呀，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能赖账？打人呢！老子还敢跟老子比耍无赖？这点东西就算你的利息，抓紧还钱，不然下次见面就把你卖到窑子，让你当婊子还账。走，好好的跟这个，哎，快看，是皇上御赐的宝贝，好像都是送到裴阁老府上去的。哎，快看，是皇上御赐的宝贝，好像都是送到裴阁老府上去的。好福气呀！哎呀，看看，看着是挺豪华的。哎，去看看，去看看，走走走走走。看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内阁首辅裴恒此行不仅救灾有功，更是为国增添金库。陛下不世之功，赐黄金1000两赏永业田，其妻谢氏贤良淑德，亦有功绩，赐封1品诰命，钦此。臣领旨。哇，不愧是大户人家。不应该的，不应该的！为什么重来一世，得到封赏的还是他？对了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我一定能赢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是你，谢明兰，杀了你！这一世一定是我赢！一定是我赢！你还不明白吗？无论重来多少次，你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。我不听！你少骗我！上天给过你自救的机会，可你只会攀附于男人走捷径，注定就会成为他们的棋子。我攀附男人？你少在这指责我！如果没有裴贺，你哪来的荣华富贵？我跟夫君是一步一步相互扶持走下来的，改天换命。而你只想着盲从攀附，异想天开罢了。你好好想想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吧，不要浪费了这来之不易的一世。放开！这一世我不要了，下一世我一定能赢。夫人不是说等我平安归来，要告诉我所有的秘密吗？
其实我大致都猜到了，是不是谢墨兰说的上一世和下一世？吓到你了。从前我不肯对你说，是害怕被你当成异类。辛苦你了。你不害怕？我怎么会怕呢？这辈子能够再遇到你，我庆幸都来不及。我知道，崇文书院2楼。你都知道了？从前我娘还在的时候，我每天路过崇文书院都会去买粽子糖，只是我不知道你每天都在看我。唉，读书枯燥乏味，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看着你买粽子糖以后，开心的跳起来，好像所有的烦扰都沾染不了你半分。只可惜，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在我娘死的那一天，便戛然而止了。不会，谢明兰，你以后想笑便笑，想闹便闹，肆意妄为，随心所欲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陪你，伴你，护你。我就说嘛，裴大人写的杯套肯定大受欢迎。你可知为夫的笔墨价值多少？也就你能随便当赠品送。这不是想让你争个噱头吗？等铺子名声以后打出去了，就换别的师傅来写了。那我帮了你这么大忙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快写！若若，若若，你等等我！这么点小钱都弄不到，你个废物！我还怎么做生意啊？那方太太说了，我们上次借的都还没还，再借给我们，怕我们……那你就不会想想别的办法吗？赚钱靠我，才学也要靠我，我还要你做什么？你不是天命贵女吗？你的贵人呢？我都成这样了，我还怎么去找贵人？这是谢明兰的铺子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呸！我就不相信他这破病有什么好喝的，肯定是下了什么让人上瘾的东西。林若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赢过他。上瘾？哼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你看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总是闷闷不乐的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当然有心事，毕竟他这个内阁首辅快要当不下去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真的是胡说吗？皇上最近没少训斥你，想必距离罚俸被贬也不远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天命之女，所有的一切当然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我不仅知道你倒霉，我还知道皇上今夜召你入宫，然后你的仕途就走到头了。大人，宫里来人传召，陛下急事要您面圣，您快些回去吧。夫人，你去吧，我有绿茵陪着，没事的。你早一些回去休息。贱人，你害我受伤丢脸，我也要你以眼还眼，牙还牙。三，我想看烟花。好，我这就放给你看。三弟小心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当街行凶！就不怕我把你带到官府治你的罪吗？蠢货东西，净给我添乱！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他做的事与我无关。若若，白若，之前的事我不与你们计较，
你们为何还要如此纠缠不休？你不计较，我计较。是你把尸体带到春日宴，害我丢了仕途；是你趁我兵部刚开张就下单毁约，害我亏钱。还有，我还没有子嗣，就害我变成了太监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春日宴的事情是谁给你的？那兵铺的主人又是谁帮你出的？害你致死的人，真的是我吗？至于此事，我想，哪怕你是完好之身，他应该也是不打算跟你生孩子的。会的，如果是爱我的，是你害我不能人道，他才会找别人。你确定吗？不会的，如果是爱我的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的老家应该是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儋州。他一介孤女，无父无母，没有家产，又是怎么样孤身一人来到京城的？他为什么提前有春日宴的诗集？又是如何如此动作迅速地拿下买萧时的文书？他说她是天命之女，有贵人相助。你知道他的那些贵人是男还是女？你闭嘴！就是想挑拨离间，我不会上你的当的。白若美得到一个男人，就会留下对方的一条腰带。我是不是挑拨离间？你回去找找就知道。不，上一世你也是可怜人，以为自己得到了一切，不过是镜花水月，一场空欢喜罢了。不是真的，都是骗我的。白若，白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不要！求求你！你在干什么？白若，你告诉我，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既然你都发现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在我们那儿，男女平等，女人多睡几个男的也很正常。你可别想着拿古代封建的思想来要求我。可我你守身如玉，不负发妻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那是你自己愿意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还没怨你连累我受伤呢，你拿什么赔我？本来是想着你家世还可以，想着跟你过好日子，没想到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。就不怕我去告发你用万寿膏控制朝臣，为你谋利？你去啊！别忘了，跟万寿膏相关的所有产业都是以你的名字置办的。你想死，我可不拦着。谢木兰总说前世前世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一切竟是真的。谢木兰，前世我那么对你，如今算不算我的报应？夫人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朝了？不是下朝，是停职。给你买的桂花糕，你尝尝。停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就告诉我吧。户部那几位天天高谈阔论，上书治国之策。乍一看，他们的意见还可以，但根本经不起细细的推敲。说白了，就是想开国库掏钱罢了。所以，你阻拦了，引来皇帝不满，
就被停职了。停职也好啊，正好可以多陪陪你。你不是想开商铺吗？正好，我可以陪你选址开店。可是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你想想，那些朝臣怎么就突然有了乱七八糟的主意？这些主意到底是谁给他们出的？你说的不会是裴思安身边的那个女人吧？我记得你说过，她是穿越来的。她想法新颖，会诗词，懂治兵，知道一些治国之道也正常。那些朝臣的鬼点子，应该是和她脱不开关系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去查。大人，又没找到。属下刚刚审问了那家客栈掌柜，据掌柜的交代，这些朝臣确实偷偷来见过面，同行的还有个女人，但只有这一次，我后面再也没见过。想必是他们每次见面都会约定下次见面的地方，如此谨慎小心，看来是不好抓。大人小心！不必追了。大人，好东西呀！哎呀，美呀，太美了，简直快乐似神仙呐！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种好东西呢？是啊，我这前几十年算是白活了。你们拿了我的烟，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。你就放心吧，裴恒已经停职被贬，皇上身边没有人了。待3日，我就把此宝贝进献给陛下。好啊，等皇上也迷上了我的万寿糕，必将大开国库，对我予取予求。在座各位也与我做个天下共主啊！好啊！只可惜，你这天下共主的美梦，就只能到这儿了。裴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凭什么抓我？民女白若私自制毒，按照律法，当处5刑，至于你们，私下密谋聚会，有欺君谋反之嫌。此事我会禀告皇上发落。带走！裴大人饶命啊！裴大人饶命啊！裴大人，裴大人！裴恒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算抓了我也没用，只要我不死，就有东山再起的一天。我是天命之女，很快就会从牢里出来的。那我们就赌一赌，你出来的时候是死的，还是活着？不行，我梁氏，你不能出来！拦住他！去死吧！你就歇歇吧，你这都开了多少家分店了？我的钱还不够你花吗？钱这种东西啊，自然是越多越有安全感啊。你倒是过瘾了，我没有安全感啊。小姐，谢府又来信儿，催您回去了。昨日不是刚催过吗？谢大人到底什么事这么着急？四二小姐离世后，夫人精神就不太好了，老爷又不爱理会她，还纳了几房妾室。我想定是老爷对付不住夫人，便想让小姐回去收拾烂摊子。以前他们倒是过得快活，现在有了麻烦，倒想起你这个女儿来了。唉，毕竟我还是谢家人，放任父母不管，怕是要被人说闲话。等我忙完店铺里的事情，就回谢府看看吧。夫人，你操劳多日，这事儿要管也是我管。明日上朝，我便问问皇上朝中大臣，这宠妾灭妻，该当何罪？也算是替谢大人解决了麻烦，和睦家庭了。还是你坏。夫人，怎么回事？我带你去看郎中。啊，不用去看郎中，我只是有了。有了？什么有了？你有了就是有了，你就别问了。有了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我要当爹了！明乐，谢谢你，也谢谢你，扫清我前路阴霾，让我看见新生。